时间不要太久。是。师妹，大师兄，你不该来这儿。你怎么这么傻呢？你知道我一个人回宫，大王他不会对我做什么的，顶多就是苛责禁闭我一下。你知道你回宫会冒多大的险吗？仲长世他非常狡诈奸猾，被他抓住把柄，他绝对不会放弃自己在大王面前立功的机会。我和仲长世无冤无仇，他能把我怎么样？还好我回来了。嬴政对你岂只是一顿苛责禁闭，他居然把你关进了大牢。大王他只是想让我反省一下而已。况且他不会让狱卒对我做什么的，能进来这里的只有华阳太后的手下而已。这后宫是多么凶险的地方！嬴政他把你丢进大牢，就像割肉喂虎。有多少人想借此机会置你于死地？他这么做，就是想杀了你。就算他想杀了我，师兄你也不应该用挟持我来做借口。如果他明天就要砍你的头，你让我如何去救你啊？我无所谓。自打我进入寝宫，决定当一名侍卫的时候起，我就做好了随时赴死的准备。我绝不会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危险的寝宫。我曾对天发誓，我一定要保护你，直到我死的那一刻。都是因为我让师兄受苦了。我受的苦，和你心里的苦相比，算不了什么。我一定会来救你的，多保重。丽儿，我怕今夜再不说就没机会说了。鄱阳那一日，其实你们聊什么呢？大王，既然来了，就别走了。来人，把门给我锁了。原来你一直都在骗华人。你们俩明明就是一起出宫的。韩申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诱拐寡人的嫔妃！来人，就地处决！诺。大王不能杀他，他是我大师兄。我与韩氏侍卫在入宫前便已相识，因为我们是朝夕相处的师兄妹。我爷爷公孙羽将韩氏侍卫自幼抚养长大，从小我们便一起习武、练剑，一起玩耍。因此这次出宫，并非是我被他挟持，是我自己自愿的。我们一起去见我的义妹，她是葛聂大侠的女儿，叫葛兰。厉夫人，大秦王宫也并非什么深牢禁狱，您若是想回乡省亲，自可以禀告大王，请求恩准。既然是师兄妹，为何先前没有提前说明呢？据秦律公规，从无内宫妃嫔出宫之例，即便是我私亲心切，大王也绝对不会因本宫而破格。楚夫人、闵夫人，他们曾有过随心所欲出宫回母国探亲之行吗？厉夫人，这回您私自出宫，闹得满城风雨，一众宫人险些因为厉夫人而人头落地。微臣也是为护王宫，还请大王明鉴。中常侍大人，此次我出宫，乃是我个人的原因引来诸多纷扰，但这绝非是韩申一人之过，他只是要替我洗脱罪名，才谎称挟持我出宫。原来你们从头至尾都是在欺瞒大王，倒还说得如此理直气壮。韩侍卫，你说你是丽儿的大师兄，天明失踪一事，
所以你才竭尽全力帮夫人找回公子，是吗？确实如此。大王，恕臣冒昧，但光凭厉夫人之言，便说跟韩侍卫是师兄妹，臣难以信服。没错，你说是同门师兄妹，空口无凭，还需要在江湖上找一个人前来作证。如果厉夫人不敢，那你的说辞岂不是一派妄言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我与师兄从小一起习练公孙剑法，只要在武林当中找一个武功高强之人，便可以看出我俩是否同出师门。寡人倒是有一人可以替你们作证。夫人初入宫，不是曾与蒙武将军比试过吗？蒙武将军乃是我大秦第一高手，断不会为了私欲有所偏颇。明日便请蒙将军来，与韩侍卫比试一下，便可断定韩申的剑法与厉夫人的剑法是不是系出同门。大王，此法甚好。但是，我师兄这几日在苦牢中受尽折磨，若明日就要与蒙武将军比试，我觉得他内力已损，这不公平。比武的重点不在胜负，而在于结果。眼下厉夫人最该担忧的，不是韩申能不能赢过蒙武，而是若他不是你的大师兄，他这条命，寡人要定了。给我酒，给我酒！别拦着我，还要喝。为什么？快给我酒！说，寡人到底还能信你什么？这里没别人，你给我从实招来，你刚才说的话，是不是真的？一半是真，一半是假。好，你说。韩侍卫确实是我大师兄，没错。我也是自愿出宫的，并非被掳。但是我出宫要见的人，并不是我的义妹葛兰。你是为了见他？那你见到他了吗？见到了。见了他，你还愿意回来？因为天明，所以我必须要回来。而且我出宫的时候，就已经打算好要回来。因为我知道，只要你嬴政活着的一天，只要大秦还强盛的一天，你就绝对不会放过我。我不想牵扯更多的人进来。况且，我告诉他，天明是你和我的孩子。你说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天明，我想让他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，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不受任何人的牵绊。而且，如果我没早看透这一点的话，我根本就不会到这里来。你到现在还在为着那个男人着想，你为了他，就算牺牲自己也无所谓，是吗？你离宫的这几日，寡人不食不眠，你却把寡人当成一个笑话。若是还有下次，你胆敢再欺骗寡人，寡人绝不轻饶。兄弟，算你命大，我们哥们儿还没来得及在你脸上作画呢，大王就召见你。不过呢，没关系，你要是还得回到这儿，我们在这儿等你。走吧。田先生早啊！早啊，早！哎呦，葛大侠一早就出去练功去了。我跟爹温习剑法，这几天耳朵都有些生疏了。哎，今
大哥呢？啊，刚才我去过他房间，没人，估计昨天晚上就出去了。又去喝酒了。来儿，来儿，启禀大王，韩师带到。退下。诺。见到大王，还不下跪？师妹，师妹，你叫的倒是顺口啊！我保证出宫之前，你们二人便已私通，合谋欺瞒大王。中常侍大人，我在大王面前发誓，我与大师兄从未做过见不得人之事。我与韩申侍卫到底是不是真的师兄妹，眼下便见真章。蒙武，出手！臣遵命。这韩申的功夫也不过如此，师兄全然不如师妹，天下哪有这般道理？大王，事已至此，还不够明显吗？这姓韩的根本就不可能是厉夫人的师兄。以微臣之见，还是请蒙将军收手，免得又伤及一条性命。丽儿，你骗寡人！我没有骗你。动手！师妹，大师兄，振作点，气冲任脉，劲上连拳，以翼御剑。击出任脉，劲上连拳，以翼御剑。蒙将军多有得罪。启禀大王，据臣与二人交手，可以看得出来，厉夫人和韩侍卫，他们的武功的确师出同门。李忠，你觉得呢？大王，若非从小一起练剑，剑轴不可能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，驱邪进退毫无破绽，至少有10年以上功力。赵高，你还有何话要说？大王，厉夫人私自动用您的佩剑，此举不仅胆大妄为，还会威胁大王您。闭嘴！厉夫人只是试图证明她与韩申之间是师兄妹关系，并无伤及寡人。寡人再问你，你还有何话要说？这，微臣无话可说。李忠，大王，你先带韩申去广安殿，寡人有话问他。诺。大王，丽儿，寡人不会伤害他。二位客官，您的菜放这儿吧，请慢用。哎，小二，客官，您喝醉了。您要是睡觉的话，去别的地方，我们这儿还要做生意呢。倒酒，到这儿睡觉，快倒酒。
师兄。抬头望，天色又将晚，期许了蓝色的师兄，你喝这么多酒，你就不怕爷爷骂你？林间，落叶光似线，细数着时光的今天，却转不过早已笃定的晚，谁还在谁心欢？若心不安，不能故作喜欢，红尘是否？哎，客官您慢走，下次再来啊。好。给我抢！给我抢！哎，客官里边请。给我上抢！抢！寡人要是杀了厉夫人的师兄，还不令他憎恨我一生吗？厉夫人说：“你自幼失户，蒙公孙师傅收养，和他一起习武，一起练剑，一起长大，两人亲如兄妹。亲如兄妹，亦也情如兄妹吗？”寡人问你，你和厉夫人之间有没有过其他的情愫？有些话，我怕过了明日，就再没有机会跟你说了。丽儿，其实我……师兄，你为什么突然悲观起来了？苦苦爱慕着一个人，即便得不到他的回应也没关系，只要能够静静地守护在他身边，就足够。寡人知道，你不是他深爱的那个男人。我只是他师兄。寡人该拿你如何是好？若大王饶韩申不死，韩申斗胆请求，恳请大王准许我留在秦宫。此回冒险回宫，韩申本以为自己大限已至，实无求饶之理。然而大王今日已知我们兄妹之情，便应该明白，我当初为何要设法入宫，又再冒死回来。韩申的所作所为，只是出于一个兄长的诚心。恳请大王准许我留在秦宫，保护厉夫人。荒谬！厉夫人是寡人的嫔妃，容不得你一个外人出此狂言。厉夫人是大王的嫔妃，然而大王再怎么爱她护她，也不可否认，这宫中处处凶险，大王护得了她一时，护不了她一世。放肆！寡人办不到，你就办得到吗？我能，因为我无所畏惧。无论何时何地，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我都可以牺牲自己的性命去保护她。但是大王您作为一国之君，您能办得到吗？您有朝廷，有天下，还有社稷。您可能因为一个嫔妃不惜一切代价，即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要保护她。您能办得到吗？金大哥小心！哎，慢点，慢点。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放开他！什么意思啊？我让你放开他。爹，景可，拔剑吧。爹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要杀便杀，我无所谓。景少侠，你可真行！作为公孙羽的高徒，竟然因为丢了个女人，你们寻死觅活。公孙羽收了你这个废物，真的是一世英名毁于一旦。你可以说我的不是，但你不准替我说服。
你师傅公孙羽便是一个满嘴大仁大义、手上没有一点真功夫的老匹夫，我想说便说，给我住口！爹，金大哥他是有苦衷的，你何必要这样对他？这儿没你的事儿，走开！爹。爹，别打了！再来！注意你的剑意，若是杂乱，会伤及内力。你别打了！金大哥，打得不错。我猜，恐怕你这辈子也没有使出过如此酣畅淋漓的剑法吧？没错，这才是真正的公孙剑法。作为一个剑客，你心中所想的只能是你的剑。刚才你被我激怒，心无杂念的剑招，才是剑道的精华所在。原来爹是为了要激金大哥。可是我师父总说，时间之时，要心怀国家，遥祭天下，为身边重要的人挥剑。你师父说的虽然没错，但他早已经历过了人剑合一的境界，才能返璞归真，集万念于纯心。葛大侠的意思是，以你现在的年纪和历练，思绪繁杂，顾虑太多，反而会阻挡你的剑锋。我想，公孙姑娘之所以离开你，也应该是隐约察觉到了这层道理。她知道，只要她在你身边，你的剑法永远无法真化至境。金大哥，师妹真的是这样想的吗？她真的是为了我才离开的吗？荆轲，你好好想想吧。你想成为什么样的剑客？想成就什么样的大事？公孙姑娘的牺牲与成全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公孙羽把剑谱传给你，也是自有其深意。兰儿，我们走吧，让他自己参。他只有参透了，才能过这关。从今以后，我荆轲就是一把剑，一把直来直往、有去无回的剑。师父，师妹，我发誓，永远不会再辜负任何人。爹，金大哥去哪了？我怎么到处都找不到他呀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兰儿，你不会是因为爹昨天对他过于严苛，今天找不到他，就迁怒于你爹吧？我就是迁怒于你。你昨天那么刺激他干什么呀？你对他那么严厉，你就不能将心比心，体会一下他失去挚爱的痛苦吗？他荆少侠可是堂堂男子汉，不是几岁的娃娃。难道你希望我把他当孩子一样小心翼翼的呵护吗？这个节骨眼上，我要再不刺激他，把他点醒，那他才会在泥沼中永远爬不起来。话都是你说的，那你担心他了吗？他人呢？可能又去买酒喝去了。他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他就是个废物。这样的男人完了，你也不用理他了。你说什么呢？金大哥他不是废物，我也不可能不理他。前辈，兰儿，金大哥，
记掉了，我帮你记上吧。不必了，记与不记并不要紧，是吧，前辈？没错，的确，侠者不拘常理，何必在乎那些杂七杂八的俗人规矩呢？昨日若非前辈用心指点，荆轲恐怕永远无法走出这一关。请受荆轲诚心一拜。罢了，不过我想兰儿不会再有理由生老夫的气了。今天起早练功，顺便去镇子上兜了一圈，买了些粽子，可香着呢，趁热吃吧。真好。要是田光先生看见你心情这么好，他一定很欣慰。可惜，我可能等不到田光先生回来，便要出发了。啊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想先四处探访，寻找师傅留给我这首诗的真正奥义。这段时间，实在是因为我太愚昧，耽误了太多时间。我要抓紧弥补。公孙羽大侠之所得，葫芦剑谱，乃是当时第一剑法。可惜遗散多年，你若能找到它，肯定会更进一步。可是金大哥你一个人上路太危险了，要不然我陪你一起去吧。兰儿，对于这首诗，我还是毫无头绪，一定困难重重，肯定会花上很多的时间，这一路会非常辛苦。你确定要去吗？当然确定了，这一路上要是遇到什么事儿，还有兰儿帮你呢，是不是？不过这件事情是不是得先得到前辈的应允？这丫头的性子，我了解得很。她决定想做的事情，就是有10个可念，也拦不住我。你说我应允不应允？还是爹最好。大王还有什么事吗？寡人没什么事。青儿，送大王回宫吧，我累了，想要休息。诺。不用了，寡人今天就要在昭德宫就寝。那怎么可以？怎么不可以？来，青儿，我问你，这是谁的宫殿？大王的。我再问你，寡人想在任何一个嫔妃宫内休息，有问题吗？没有。那寡人今天就要在这昭德宫就寝，可以吗？当然。你看，就连一个侍女都懂得如此简单的道理，为何你却不懂？青儿，你先下去吧。诺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你知道寡人向来不喜欢拐弯抹角。你入宫已经1年了，你我从没夫妻之事，那是寡人对你的尊重。寡人现在就想要你，给吗？还是那么喜欢咬人。你口上说你要尊重我。那是寡人拿你没办法，寡人就是这么情不自禁。你今天不与寡人共寝，寡人明天还来，寡人一定会等到你心甘情愿与寡人共寝的那一天。好好休息。夫人，青儿害怕。害怕什么？青儿害怕大王他今天晚上还要来。大王今天晚上一定会来。夫人，恕青儿说一些不该说的话。昨天晚上大王说的对，这宫是他的宫，这后宫里面的嫔妃们也都是他的，就包括您，也都是大王的。夫人，您是斗不过他的，
您就不要再和他斗了。好，青儿，我听你的。我不跟大王斗。那青儿就放心了。寡人已赴约前来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夫人今天真美。寡人说过，会等到你心甘情愿与寡人共寝的那一天。所以今天夫人是愿意还是不愿意？大王觉得呢？寡人猜想，你是想与寡人同归于尽。你要先把寡人杀了，然后再自尽。但是，你想过天明没有？寡人想过，所以寡人已将天明送出宫外。什么时候的事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这事越少人知道越好。前些日子，天明在宫中被掳，至今还未找到真凶。寡人不放心，将天明送出宫外。我是在保护天明。你话说得好听，其实你是把天明当成质子，因为你知道把天明藏起来，我就不会离开你。你说的没错，我是为了你，为了留住你，我才行此一举。不过你放心，寡人不会永远藏着天明。过段时间我就让他回宫，让你们母子相会。你是用天明来威胁我？这不是威胁，我是在保护你和天明。齐国诸侯不是也常常将王子置于他国？这是一个道理。你只是把我当做一个对战的国家。那是寡人想要你，寡人想得到你，想征服你的心，就跟寡人要征服6国是一个心情。你放心，寡人不会伤害天明，他是寡人的子嗣，我会保护他，也只有我才能保护天明。簪子就是簪子，是用来扎头发用的。都下去吧。祖太后，您看这个丽姬是不是太没分寸了？恕孙媳直言，大王实在太宠溺丽姬了。您看，如果这个韩侍卫真的是丽姬的大师兄，那就等于他们合起伙来欺骗大王，这可是欺君之罪呀。这也就罢了，丽姬在大王面前袒护韩侍卫。谁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什么真的师兄妹？就算是真的，谁又知道他们入宫之前有过没有过苟且的关系？像她这么出身低贱的女子，确实也不是不可能。是啊，祖太后说的是，丽姬这个野丫头实在是太没分寸，太不懂规矩。而且大王
根本就没有责罚他。孙熙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，请祖太后为孙熙做主。若儿，你先别慌，过些日子便是大王的寿宴。按照规矩，每年大王寿宴，夫人都要献舞为大王祝寿。到时候，我自有办法对付他。祖太后真的有好法子恶惩那个贱人吗？哼！请祖太后降罪。孙媳这次私自出宫，惊扰内宫，确实有错。若祖太后降罪于我，孙媳绝无二话。哈哈，与其说是降罪嘛，不如说是哀家希望你答应本宫一件事。祖太后，请说。正月将至，再过几日便是大王的寿宴了。往日大王寿宴向来是让乐府令奏上几曲，然后宫中再选择一些善舞之女献舞为大王祝寿。然此回夫人出宫，大王为此事神思烦忧，后宫对夫人的一些传言，确实是不堪入耳。那祖太后希望我做些什么？丽夫人果然冰雪聪明，哀家想了想，不如夫人就在大王的寿宴上采衣娱舞，大王必然大喜，或许能平息宫中蜚语，一举两得。但是孙媳并不善舞，而且又是大王的寿宴，我怕到时候会扫了众人的兴致。夫人不必担心，哀家知道你出身武家，不善女流之事，但其人素有尚武之风，不如夫人就将你擅长的剑术编成剑舞，肯定闻所未闻，甚得大王欢心，如何？好，我答应。恕孙媳无礼，但能否请祖太后恩赏孙媳？哼，只要你答应献舞，你要什么哀家都给你，金三品、丝绸、珊瑚，这些身外之物，孙媳都不需要。那你想要什么呢？孙媳只想请祖太后保天明一世平安。大秦王宫乃天下最安妥之所，天明公子乃是大王亲出的嫡子，夫人你还想要什么？孙媳有孕在身之时，有人曾在膳中下药，想要令孙媳滑胎。之后天明被掳多日，差点就被送出宫外。这两件事情，至今为止没有查出犯人是谁。如此王宫，怎能说得上是安妥？如今大王又以宫中不安为由，将天明送出宫外抚养。我这个做娘亲的，1个月才能见到天明几次。若真是为天明好，臣妾愿意忍受思念之苦。丽儿自知出身平庸，如若有一日我死在这王宫当中，也是无怨无憾。只是这天明是大秦的后嗣，孙媳只求，如若有一日有人会对天明做出不利之事，还望祖太后能够为天明做主。放心吧，哀家答应你，在这大秦王宫，只要我还活着一天，谁敢对天明公子不利，我一定为你追究到底。谢祖太后。师妹，你这次和我擅自离宫，华阳太后既没有降罪于你，反而让你在大王的寿宴上献舞，这安排有违常理，我担心其中有诈。不过就是献舞，他们还能怎么样？再说，我已与祖太后谈好了条件，只要我同意献舞，她便能保天明平安。日后如果有人要加害于天明，祖太后必不轻饶。如此划算的交易，我怎么能不试一试呢？你保天明的平安，
可谁来保你的平安？大师兄，你就放心吧。这敏夫人的琴真是美妙动人，举世无双，是吧，大王？是啊，寡人也闻之舒畅。恭贺大王！厉夫人献舞。让他明目张胆地持剑上阵，再扣给他一个谋反的罪名。本宫的侍卫会奉本宫的命令佩剑上阵，没有人可以阻拦。表面上他们是为了保护本宫的安危，实际上他们的目标是厉夫人。大胆，护驾！护驾，护大王！立住！护驾，快！
抬头望，天色又将晚，期许了蓝色的心愿。竹林间，落叶光似线，细数着时光的变迁，却转不过早已笃定的弯。谁还在谁心欢？若心不欢，夫人，参见大王，少废话，马上诊治。遵旨。大王，韩侍卫已送旨，太医府诊治，伤势甚重。告诉寡人，今日之事为何会出现在寡人的宫殿之上？李夫人在击球时，为何会有那帮侍卫冲出？据臣所知，那些人是华阳宫的侍卫，入殿是为了护卫华阳祖太后。那名刺客呢？再调查他的来历。我大秦王宫戒备如此疏，竟无一个外人在寡人殿上行凶。大王息怒，臣一定彻查此事，再向大王复命。李忠，你认为李夫人是有意刺杀寡人，你才出手的是吗？楚夫人，今天这出戏可真是精彩。我的好妹妹，今天这事儿可吓坏了本宫呢。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们怎么算都没想到韩侍卫会突然冲了出来吧？本宫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不过我只是看到，像是厉夫人要行刺大王呢。敏夫人，你如此聪明，又和厉夫人形同姐妹，你是否知道那个厉夫人为何要行刺大王？行刺？难道楚夫人你看不出来，厉妹妹是在保护大王吗？哼，这谁知道呢？依我看，今天这个局倒像是楚夫人你安排的吧？敏夫人无凭无据，为何要这样指责我们夫人呢？你们大可否认到底，真相总会水落石出的。妹妹，你真是话里句句带刺，一心向着厉夫人呢。你不承认也罢，自己做过什么，心里头清楚。容本宫劝你一句：多行不义必自毙。禀大王，厉夫人伤势并无大碍，只是要注意高热。你们都下去吧，厉夫人我要亲自照顾。诺。诺。大师兄，你放心，寡人一定会救活的。你好好休息，行吗？是我割舍不下的一道伤，可路漫长，心追逐它到远方，可谁将谁牵往？怎甘心我竟看不穿，空落泪被牵绊，又无法释放，却怎奈何转身注定是孤单，愿不奢求原谅。望山河，思念情也真，年年月月同余生。烟消间，花落雨纷纷，不过是一个转身。
做噩梦了。寡人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在你枕边睡着了。丽儿，你知道寡人向来独寝，从不在别人身边入睡。我在洛阳的时候就已经听说过了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？这是我的房间啊。这是你的房间。其实我不是很习惯跟别人一起睡。我也是。你感觉如何了？好像少退了。我大师兄寒山侍卫，他怎么样了？韩侍卫流了很多血，寡人已命人替他好好诊治了。韩师兄为我挡了那一剑，想必肯定也是重伤。我得去看看。太医说你需要安心养伤。如果你现在再乱动，你之前的伤就会裂开。更何况，你现在去也帮不了什么忙。你放心，你好好休息，寡人带你去看他。其实，那日我不是要刺杀你的。舞剑的时候，突然上方掉下一把真剑，然后我就发现那个刺客在你身后，我就冲了过去。但如果不是大师兄替我挡了一剑，估计现在我已经遍体鳞伤了，又或者，可能是难逃一死。这件事情，寡人一定会查清楚，不会让你白白受伤。其实，我觉得那天的事情疑点还是很多。如若有人想要构陷于我，将刺杀的罪名冠在我头上，那那日在殿上的那名刺客又是谁？我觉得，好像并不是同一方安排的。我大秦与6国为敌，想杀寡人的人何其多。但是，敢在寡人的寿宴时，利用你的剑物来陷害你，此人比刺客更为狠毒。大王，夫人，夫人，您终于醒了，担心死青儿了。把药给我。来，你是寡人的妻子，你现在生病了，我照顾你，天经地义。那我自己来吧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。怎么？你觉得这药有毒啊？不是这个意思，要不让青儿来喂我。要是谁敢阻止寡人的差事，寡人就砍他的头。你要是再不吃，寡人就这样一颗一颗喂你。乖，吃药。来，下去吧。是。大王，他病情如何？韩侍卫的伤势极重，臣已用了宫里最好的伤药，可是还是高热不退。如果能熬过这2日的话，那就化险为夷了。幸好韩侍卫年轻力壮，微臣给他把过脉，脉象虽弦细，估计能熬过这一关。哎，韩侍卫真是尽忠职守啊！如果这一剑伤在厉夫人身上，真是后果不可想啊！他这是不计生死，以自己的性命去护卫厉夫人，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。
郑太医，全力拯救韩侍卫。若有任何需要，随时禀告寡人。臣遵旨。真功夫啊，厉害！都是高手啊！秦兄弟，你年纪轻轻便有如此内力，假以时日，一定更为不凡。我请领今日一定要胜过你。别着急啊，精进武功非一蹴可及，你再练练吧。开到今天，高大侠已经赢了79次，果然不愧燕翔界的江湖威名，厉害！下次换我收拾你。好了，各位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吧，快快，走。高大哥，高大哥，葛兰，荆轲，许久不见，功力又更上一层了。荆轲，你看上去有些不同啊。多谢高大哥昔日教导，荆轲今日方能脱胎换骨，要不然我现在还在醉生梦死，借酒消愁呢。能想通便好。葛兰姑娘，你也一道来了。好久不见，没想到高大哥也在大梁啊。高大哥客居齐国，最近常来大魏行走。哦，其实我这回来大梁，倒不是全无目的。高大哥此话怎讲？说来话长，咱们坐下慢慢说。好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臣已彻查，当日潜入宫中的刺客乃是魏国人，与华阳宫的6名侍卫似乎并无关联。行刺行动或许受他人指使，还需审查。祖太后要丽夫人在寡人寿宴时献剑了，又借机将她的侍卫带入宫，趁乱以保护寡人之名，借机刺杀丽夫人。如今看来，这本来就是一个设计好的圈套。那6名侍卫关押在哪儿？臣欲传讯，但是人都到了华阳宫，受到祖太后阻拦。你说什么？华阳祖太后坚称那6名侍卫不受咸阳宫管辖，无故不得询问。我大秦疆土，如今连一个小小的华阳宫都占不得。好，寡人就要让祖太后明白，她宫中的侍卫，是不是寡人所。大王，恕臣谏言，我大秦方出兵联魏攻楚，虽然不是什么伤筋动骨之战，若此事惹恼了华阳祖太后，楚国借口出兵再联合魏国，对我大秦形成南北夹击之势，形势有诸多不利，还请大王三思，以大局为重。此事可否日后再议？这些年来，我大秦让出让的还不够吗？倘若祖太后要借机煽动母国，正好给了寡人一个清理后宫的机会。李忠，臣在，即刻随寡人去华阳宫。诺。启禀祖太后，方才宫中传令，大王率领卫尉和2队虎贲军直往华阳宫来，说是要捉拿宫中侍卫。什么？大王，现已过黄昏，你让卫尉带着1队虎贲军无端直闯哀家宫殿，有什么急事？寡人今日前来，并非无端擅闯。华阳宫之6名侍卫寿宴当日藐视王权，当众扰乱寿宴，给寡人拿下！等等！你们竟敢当着哀家的面逮本宫的侍卫，那就先杀了本宫再说。哀家倒要看看，大王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祖太后。要是大王以为我这老太婆兴风作浪、藐视王权，那就动手吧。既然祖太后不想让我审问宫中侍卫，留他们的命也就没什么意义。虎贲军听令，拿人！大王，等等！大王，请你刀下留人。夫人，你有伤在身，太医说你需要静养，为何擅自走动？大王，恕臣妾斗胆求情，这些侍卫当日都是为了要保护大王，所以才会误伤到臣妾，求大王网开一面，不要迁怒于他们。夫人可以容忍他们，但是寡人绝不能轻易放纵他们在寡人的地盘撒野。寿宴上的意外，本来就是设计好的圈套，他们利用寡人，陷你于不忠不义。
寡人平生最痛恨别人利用我，此等卑鄙手段，寡人容他不得。大王，当日臣妾献舞，剑突然落在臣妾手中，所有人都以为臣妾就是刺客。这些侍卫尽职尽责，为了护卫大王，他们献了忠心，大王却回忆死罪。无论真相是如何的，都会被蒙蔽。难道这就是大王想要的结果吗？好。华阳宫之6位侍卫听令。在。你们侵犯宫殿，触犯宫规，念在你们本心是出于保护寡人，免去咸阳宫一职，发配充军。谢谢大王。这回可好了，倒让那个妖女占了上风。她倒是在大王面前演一出好戏，分明就是想借此机会虚情假意的讨好祖太后，气死我了。夫人有没有想过，那日的刺客会不会是丽夫人自个儿安排的，然后在当下灭了口？哎，本宫怎么没有想过有这种可能？如今这刺客也是死无对证了，好厉害的一招！这样一来，让大王对丽夫人的忠心深信不疑；二来，丽夫人也想断了祖太后要整她的心思；三来，让宫里的妃嫔和宫人们都知道她文武双全，对她刮目相看。哼，肯定是这样的，那个贱人！荆轲，你可知道，最近数月秦国诸位公处之事？不是很清楚，高大哥知道其中细节。是，秦军此次攻楚，是为了帮魏国收复昔日旧地，宋国故地。我从中听闻，他们已经派出4个郡的兵力。秦国本来以为此次胜权在握，很快便能逼退楚军，可没想到现在的战况是胜负难分，两军战情焦灼，秦军又难以占据上风，越是拖延，对战事越是不利，只怕会急躁用兵，对小民百姓难免会有所轻待。我明白了，高大哥是怕这场仗打下来，会害死那些平白无故的百姓，所以想尽一己之力去帮助他们。是。那这么重要的事，身为江湖中人，必须要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啊，是吧，金大哥？对，安说的对。像我们这样的江湖剑客，平时习武练剑，为的不就是在紧要关头能够挺身而出，保境安民吗？嗯。好，来，我们举杯，愿天下太平，天下太平。夫人这几日觉得身体如何？已经舒适许多，还好当日大王愿意听我一言。如若那些侍卫是因我而死，那我心里肯定会不轻松。他们不是因你而死，但是你差点因他们而死。撇开你那天说的，李仲也跟寡人说了很多。今日我大秦诸位公处，久攻不下，若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和祖太后起了争执，难免祖太后会煽动大楚，借此公报私仇。大王，寿宴那日，有人想要鱼目混珠，诬陷我刺秦。所以呢？你想说什么？声东击西，打着这种如意算盘的，正是魏国。如今天下能与秦国抗衡的，当属楚国。近年来，秦军大举东进，攻赵破魏，楚国偏安南隅，才得以保全国力。现在，魏国又以收复宋地为借口，想要说服秦国去攻打楚国，以此来转移秦国的焦点。魏王主动提出与强秦合作，目的并不是为了收复宋地，而是要保全魏国。两强互攻，无论是秦或楚，必会被削弱，但吃亏的绝对不会是魏国。大王，我只是妄自猜测，如有不妥，大王就当我没说过吧。不，你说的很有道理，寡人从未在这个角度上思考过。说不定你只好替寡人解了一桩心事。
秦军不往东进，反而西行，他们是要撤军吗？看来正是如此。势如破竹之际，为何要撤军？如非秦王下令，前方便是万丈悬崖，晋军也会毫不犹豫地冲下去。这次撤军必有内情。不管理由为何，一场血光之灾就此迷于无形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。正是如此。既然此间秦军撤兵，我们不如趁着空档，就此山水游览一番。好啊，松山离这不远，我爹在那儿有一个练功小屋，要不然我们一起去盘桓几日，如何？嵩山乃5岳中岳，被群山环绕，东临泰山，西比华山，正是万岳灵气之所居，确实是潜心修行的好地方。葛大侠果然眼光甚佳。东临泰山，西比华山。泰山也是个好地方，自古君王泰山封禅，正是皇气所在。不过我们这些乡野闲人，甚少往泰山去探访。我爹也这么说，他说5岳之中他最不喜欢的就是泰山，什么3皇5帝啊，登基都要去泰山，真是俗不可耐。葛大侠为人不羁，能这样想也在情理之内。不过戴宗山视野开阔，山势中正，本不是为灵山，只是左带右画，南横北横。左带右画惊天笑，南横北横护太平。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金大哥，你悟到什么了？金谱就在嵩山之上，太师傅要我们去嵩山。你们说，丽儿是不是立了一个大功啊？啊，丽夫人却是见秦自处，退兵有功。然自商周以降，女非过涉朝政，多为祸国殃民的忧患，过犹不及，还望大王明察。祖太后记不记得，寡人曾经说过，想要一位如商王后的奇女子为后母。哀家记得。丽夫人文武兼备，眼界过人，因此，寡人想立她为后。大王说什么？立后之事非同小可。当今6国齐楚仍强，若能立楚女为后，秦楚交好，将来秦国少一个后患，方能顺利推展一统霸业。正因为齐楚仍强，秦宫之内6国嫔妃皆有，立后之事，若是只袒于某国，对我大秦不利，后患无穷。倒不如庶民之女，无亲无戚，更没有亲政之忧。大王，臣妾只是一介民女，与6国并无利害。然大王执意要立我为后，于秦并非有利。再说，如若当上王后，必然要管理后宫嫔妃，还得行一些典礼和祭仪。我觉得我实在是做不来。不要紧，祖太后不同意，寡人不是没想到。寡人倒是想了一个法子。什么法子？为了确保丽夫人不输给其他嫔妃，下次出征，寡人将带上她一起。若是得胜，任何人不允许阻止寡人立她为后。大王，战场上刀枪无情，李夫人乃后宫之妃嫔，竟随大王出征，这事要传了出去，哀家忧心呐，会辱没了我大秦颜面。正因为丽夫人是后宫妃嫔，却拥有江湖女侠的身手与胆识，这事儿要传了出去，天下人肯定以为我大秦人人习武，国之强盛，岂不是一件好事？大王，恕臣妾直言，后宫嫔妃这么多，为什么大王只带丽夫人一个人？若儿，要是你也想陪寡人去，寡人赐你一副盔甲，1匹战马，1把利剑，你也随寡人一起出征，如何？大王，刚才你可威风了，居然那样子对祖太后说话，青儿都捏了一把汗。青儿呢，就是心疼我们夫人。是吗？嗯。青儿今天说话颇为中听，寡人要好好赏你。谢大王。大王，为何立后和出军之事，你要如此莽撞呢？寡人哪里莽撞了？寡人是考虑良久之后才做的决定。我对王后之位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大王难道全然看不出来吗？这是众嫔妃都想要的位分，为何你却不要？寡人若立你为后，祖太后和楚夫人都不敢刁难你。
我若被立为王后，天明肯定会被推到立储的风口浪尖，到时便会有人以此为借口来残害我们母子俩。这么糟糕的位分，我真的是一点都不想要。至于出征，大王从来都没跟我商议过，就直接向祖太后宣告，我凭什么要陪你出征？等等，寡人有礼物要送给你。来，这就是大王要送给我的礼物。怎么了？不喜欢？挺好吃的。来，吃点。大王果然没把我的话听进去。方才我才跟祖太后他们说云梦菊和淮北枳的区别，大王就给我送了这么一个礼物。立王后之事还有出征之事都不跟我商量，大王这是存心要跟我作对吗？既然夫人不喜欢，那就不要了。大王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你一定会喜欢。这又是什么？我爷爷的短剑。它本来就是属于你的，如今物归原主，你以后可以带着它防身。大王，将此剑还给我，是全然已经信任我的意思吗？当然。怎么了？不想要啊？不想要，寡人拿回来。我要，这是我的。那有了这把短剑，夫人是不是可以和寡人出征了？那大王让我考虑考虑吧。还考虑？来，你把剑还给我。大王，你作为一国之君，怎么可以说话出尔反尔呢？那可不管，这是大秦我说了算。快，陪寡人出征。霸道。不出征的话，那你帮寡人生孩子怎么样？我才不要呢！放手！你快放手啊！你不放我就拿剑刺你了。你舍不得。多亏高兄此次相助，资质愚钝如我，才得此机领悟剑谱所在。金贤弟客气了。金某诚邀您与我和兰儿共赴嵩山。金贤弟，此剑谱乃公孙羽大侠特传你一人之家传秘法，高某实在不宜前去窥伺。然高某诚心望你练成此剑法后，他日我们再以剑交谈，岂不快哉？那好，高兄，就此别过。高大哥自己保重。保重。兰儿，我们也出发吧。宣寒参进殿。侍卫寒参参见大王，立夫人。韩侍卫有伤在身，不必拘礼。谢大王。宣召。诺。顺天应时，大王诏曰：内宫侍卫寒参英勇尽忠，护主有功，特晋升为中侍卫，直属卫尉李仲之下，钦此。谢大王恩典。韩侍卫，念在你护卫厉夫人有功，你们又有兄妹之情，寡人特许你与厉夫人另行叙会，尽可畅所欲言。谢大王厚恩。
都跟你师兄见上面了，是不是要陪寡人出征啊？大师兄，我听郑太医说，那天你受的伤颇重，幸好没有伤到经脉，不然，如果你从此武功废尽，叫我如何心安？师妹若是受伤，才让我真的无法心安。丽儿，经过这次意外，想必你也看到了这宫中的险恶。从朝臣到宫人，他们表面臣服于秦国，实质上个个都在为自己考虑。所以丽儿，无论何时何地，你都要处处小心。你要知道，任何人都有可能随意牺牲你，嬴政也不例外。嬴政在确定秦国可以统一天下之前，无论是在朝堂之上，还是在后宫，都会维持着势力的平衡状态。他不立楚夫人和闵夫人为后，而独独专宠于你，看似中立，实际却符合政治考量的做法。其实一开始的时候，我特别希望他死，但是后来，我也不知怎的，那天我竟然冲到殿上去救他。说真的，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真心想要救他，还是在想，如果他有个什么万一，那天明会怎么样？天明在宫外，其实比在宫内安全。就算嬴政死了，我也会帮你把天明找回来。大师兄，你还记得爷爷送我的那把短剑吗？当然记得。那把短剑在我入宫时被魏魏大人给收走了，但是今日嬴政又把那把短剑还给我了。嬴政其实一直都在被人利用，被人摆布，他一直都非常想找一个他可以真正信任的人。丽儿，你不会是喜欢上嬴政了吧？我只是觉得，嬴政他不是一个那么有心机的人。李仲，寡人是不是过于放纵厉夫人？大王心宽，深知厉夫人重情，成全他们兄妹相聚，也算是美事一桩。日后厉夫人应当对大王更为信服。是啊，只有给他自由，才能让他心服。寡人之所以可以如此心狠手辣，那是因为寡人没有包袱，没有在意的人或事。但是如今不同，寡人有利基，这将会是寡人唯一的弱点。大王，因为这个弱点，大王就无法回到从前那样了吗？我是大秦的王，若是寡人有弱点，那便说明我大秦也有弱点。寡人不希望被人抓住弱点，但是寡人就是控制不住要往他那儿走过去的欲望。这天下应当不存在没有弱点的人。若一个人没有弱点，就没有在意的人和物。大王心系大秦，即便面对厉夫人难以割舍，也要将江山社稷放在美人之前。微臣十分理解。两位乡亲，请问一下，这条路再往前走就是嵩山了吗？对呀，姑娘，你要去嵩山做什么呀？有点事儿要办。我见你们二位斯文儒雅，并不像是狩猎之人，可要当心呐。当心什么呀？好多人说这山里边有猛兽，有好多人就好奇去猎猛兽，结果呀有去无回。我们走吧。好。有猛兽。走。大王，真的要让厉夫人一块去？君无戏言，更何况你还在担心一个曾经打败你的高手吗？大王既然已经同意让我出征，那可不许反悔。夫人放心吧，不想让你去的是蒙古，又不是寡人。若是你的军功再胜他一筹，
可能连大将军的职位也要让给你。大王既然说要出征，那到底要去哪里？夫人可听说过一人，名为韩非？韩非，是溯源道家之术，著有《孤愤》和《五度》的韩非先生吗？我曾经听我爷爷提起过他。公孙将军提起过他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韩非先生才名卓著，是一个非常有才华之人，只是患有口吃的毛病。更何况韩国的君臣皆为平庸之辈，所以韩非先生的经世之才并未得到重用。太好了，与寡人听闻的相同。大王此话为何意？此回征韩，寡人要将韩非先生迎到我大秦来。公孙将军，请。诗经有云：“松高为岳，峻极于天。”至殷商时，此山更被封为崇山。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山里有猛兽啊！依我看，这猛兽之说，只是一般百姓不懂天地异象，捕风捉影，胡乱臆测罢了，不必放在心上。反正就算遇到猛兽，我们俩是习武之人，也不害怕。傻。这位，小心啊！跟上。虽说诗里提到这剑谱应该是在嵩山，可是嵩山这么大，到底去哪儿找啊？我想先找一个高处观察一下地势，然后再与师傅的诗对证，看看能有什么发现。奇怪，我们一路跟着那两个家伙，怎么突然就不见了？你们也真是蠢！这边地势空旷，无论他们往哪个方向，都不可能消失在我面前，除非他们察觉到了我们的跟踪，躲起来了。躲起来了？无妨，这边树木岩石不多，躲的地方也不多，接着找。是。大王，我们已过了伊水，到南梁尚有半日的路程。臣建议让兄弟们再休整一日。就这么办。大王，师傅来了。疾风剑参见大王，莽边林参见大王。两位高手辛苦了，这位是厉夫人，此回随寡人一起出征。哎，改天那个伏龙统帅真厉害呀！嗨，再厉害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被咱们秦国4大高手那个风林火山杀了，死的那个惨呐！风林火山，走开！你们两个还不快滚！你难道非要杀了他们才肯罢手吗？是啊，我是要杀了他们两个，他们是杀我爷爷的仇人。你心疼两个高手是吗？我不是心疼他们，我担心你受伤。是谁说要带他来的？大王，你让他们两个家伙给我滚得远远的！要是胆敢出现在厉夫人面前，寡人要他们的命！诺。老爷，师傅，师傅。你们的事情都做得怎么样了？兵师傅，徒儿跟着荆轲上山，却在此失去他的踪迹。徒儿推断，他们是躲藏起来了。躲藏？这地势空旷，视野辽阔，有什么地方可以躲藏？好了，别胡猜乱想了，这里躲不了人，你们都散开来，全面搜索。是。走。
金献之，别躲了，出来吧。金献之，许久不见。适才你刚到现场，便将弟子支开，我便知道你已经发现我们了。哦，却佯装不知，将弟子遣散，意在独吞剑谱，不想和弟子分一杯羹，是吧？士别3日，刮目相看，看来老夫是有些小看你了。夏侯先生过奖了，你的这些狡猾心计，换杯不足1/1。哼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为师不是命你去别处找吗？你知不知道你毁了为师的大事？师父且慢，你又敢违抗师命，私自反悔，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弟子自知坏了师父夺剑谱的大计，再多苦劳也弥补不了这次过失。恳请师父再给徒儿最后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找到荆轲，将剑谱交给师父。好，追踪荆轲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。事成之后，为师不会亏待你。不过，你要是再耍什么小阴小谋，为师这次绝不轻饶你。是，师父。哼。还在气白天的事啊？何止是气，是恨，是不甘。我恨我自己没有能力去打倒那2个坏蛋。不甘的是，我居然认贼作父，身在敌营，身不由己。你怪我？当年又不是寡人派人去打濮阳的。那有分别吗？行，都是大秦的错。要不然这样，寡人现在就下令，叫蒙武去把那2大坏蛋抓来，把他们扔到沂水河里，血流成河，怎么样？解气吗？当然不行啊！这样我爷爷不是要被全江湖的人笑话吗？我爷爷当初是被那4大高手围攻致死，现在又要秦王去处死他们，天下人若知道的话，岂不是要说我公孙烈是妖妇啊？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这样好了，你现在不是拿回你的短剑了吗？来，你砍我，消消气。哇，你真想啊！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狠啊？谋害亲夫的事情，你是不是天天都在想？别生气了，寡人带你去看一样好东西。走，你看，寡人下一步就要征服赵、韩，待取2国之后，便可一步北进，占据边疆。寡人要沿着这条边疆修建长城，如此一来，天下的百姓就不用受外族侵略之苦了。怎么，你不赞同？无论是多么宏伟的一统大业，必定是兵凶战危。只要是有战事的地方，一定是生灵涂炭，百姓受苦。对于天下百姓来说，长痛不如短痛。若以我眼下大秦压倒性的势力统一6国，便能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和平。寡人就算要背上千古罪名，也绝不后悔。这天下战事不休，就会有更多无辜百姓的性命搭进去。我是不是太过急躁了？
一统天下，乃千古未有之事。大秦哪怕有再多胜算，天下情势难料，仍是步步为艰。大王有所省察，没有急于求成，筹谋之后，出兵东征，这是对的。你知道寡人不是说的这个。报！禀大王，怎么了？吏夫人的刑杖已经准备好了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诺。帐外不安全，要不然你就睡寡人这儿吧。我从小随爷爷寻访各地，哪怕是靠着一棵大树都能睡着，这点就不必大王操心了。外面有蛇，不安全。我不怕蛇。那还有老虎呢，大熊怎么办？怕不怕？老虎有大王可怕吗？不许走，寡人不许你离开。你要胆敢再往前走一步，我绝不轻饶。行了，我累了，我不走了。大王松手吧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还好吧，金大哥？我没事。这是哪儿啊？我也不知道。起来看看吧。怎么了？我好像脚扭了，有点疼。应该是跌下来时扭伤的，我帮你看看。不用了，这点小伤没事的。我们还是赶紧找出口离开这里吧。还是别勉强了，我背你吧。不用，金大哥，真的不用。出门在外，照顾你是我应该的。我背你走吧。谢谢。大王，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刚刚还说留下来住的，哎，你铺什么床？我那床那么大，足够2个人睡了。你看你这个床小的，你看，我一个人就已经占满了，我一个人睡就够了。所以说这是我一个人要睡的床铺，那儿才是大王你要睡的床铺。那你要这么着的话，我可能就睡不着了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做噩梦了？我在这儿呢，我保护你。金大哥，兰儿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刚才四处看了下，想找出路，可是这洞窟虽大，并没有向外的通道。如果我们吃完身上的干粮，我还没有练成葫芦剑法的话，我们就要饿死在这里了。恐怕是如此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